你曾经想过，为什么整理这件事，明明做了那么多遍，心里还是觉得不够轻盈吗？家里的东西看起来好像都收得差不多了，地板干净，桌面整齐，柜子也分类得很好，可是回到家，心里依然有一种闷闷的、说不上来的不舒服。你可能以为这就是生活的正常状态，但其实这正是极简生活想带你走出的泥沼。很多人误会极简生活是一种极端的、毫无装饰的生活方式，仿佛只要东西越少，就代表越成功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极简不是空无一物，而是一种可以呼吸的感觉。今天的影片，我想陪你聊聊，极简不是为了打造完美的样品屋，不是让你把所有东西都扔掉。极简其实是一种帮你找回生活感与自我感觉的方式。你需要的不是收纳，而是松一口气。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收纳狂热期，买了各种分类盒、抽屉收纳神器、标签机，甚至用整个周末整理房间，只为了让家里看起来更像杂志里的样子。但整理完后呢？你是否也有过这种感觉？视觉上是整齐了，但心理上却没真的放松。我也曾经如此，那时候的我，每次整理完都会觉得我应该很满足了吧，但身体却依然疲累，心情也没什么起伏。直到某天，我看住书桌上那堆可能有用却一直没动过的杂物，心中突然浮现一句话：这些东西真的有为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吗？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收纳不是终点，它只是手段，而真正能让人感到幸福的，是一种能自由呼吸、能放松下来的生活感受。不是丢越多越好，而是留下对的东西。当极简这个词开始流行时，网络上出现了许多挑战清空100样东西、一周丢10样不需要的东西等活动，看起来很有成效，但如果不理解这些行动背后的精神，很容易让人走偏。极简不是要你变成苦行僧，不是把生活剥光，而是让你从一堆无感的杂物中找到真正重要的那几样东西。比如说，你不需要10条牛仔裤，只需要1条你穿起来最舒服的那一条。你不需要5组杯子，只要那一只你每天用来泡茶，让你心情平静的马克杯。你不需要一整柜的保养品，只要几样真正适合你肤质的基本用品。当我们能这样选择留下对的东西，你会发现空间变大了，思绪也跟着变清晰了，生活步调也从紧凑回到平衡。这时候你会体会到，所谓的极简感，其实不是一种视觉风格，而是你内心那句悄悄说出来的话：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生活。整理物品，其实是在整理你的情绪。有一阵子，我经常面对一个抽屉，里面放着一本我一直没读完的书，几张旅行留下来的票根，一瓶快干掉的香水，还有一叠没送出去的明信片。每次打开这个抽屉，我都会不自觉叹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不是抽屉乱，而是我没处理掉的情绪在向我发出讯号。那本书是我对成为更好自己的焦虑，那香水是我对某段已经结束关系的执念，那些票根是我对过去美好回忆的执着，那些明信片是我未能完成的承诺与愧疚。当你开始真正面对物品背后的故事，你会发现，整理不只是整理空间，更是整理你的人生。每放下一样东西，其实都是放下一段过去，释放一段情绪，回收一点能量。极简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断舍离，
是一次次学会放手的练习。4. 极简不是贫乏，而是选择有意义的丰盛。很多人以为极简是一种限制，但我反而觉得，极简是让你学会真正的自由。当你不再需要追求最新、最多、最潮的东西时，反而能把时间与心力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少买一个包包，你就能多陪孩子一个下午；少一件衣服，你就能有更多空间呼吸；少一项责任，你就能为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时间。这些少，不是牺牲，而是你对生活主动做出的选择。而每一个选择，背后都是你对自己的了解与珍惜。你会开始选择真正喜欢的材质，适合的设计，温柔的颜色，也会开始选择不应酬、不逞强、不再迎合。这样的你，看起来东西变少了，但其实你比任何时候都更完整、更丰盛。5. 极简是你与自己重新对话的机会。在某次断舍离过程中，我整理到一本以前的日记，打开那页时，我看见自己10年前写下的一句话：希望未来的我可以过上有节奏的生活，不再那么急，不再那么累。那一刻，我眼眶湿了，我才发现，我一直在忙着追求效率，在为别人的期待努力，却忘了那个最初的自己，其实只想要简单、稳定、不慌张的日子。极简不是一种流行的风格，而是一个你给自己的提醒。在这个资讯爆炸、脚步飞快的世界里，请你记得回来听听自己的声音。6. 回到那个你最想住的家，也就是你心里最想成为的样子。最后，我想邀请你试着想象，你心中那个最理想的家长什么样子。不是那种杂志上的样板屋，而是那个你下班后回来，会让你放松，让你觉得这里是我的世界的地方。也许它不完美，也不大，但里面有你最喜欢的香氛，有你每天早上用的咖啡杯，有你坐下来阅读的老沙发。极简生活不是让你放弃拥有，而是帮你重新定义拥有。它是一种让你生活空间真正成为你的避风港的方式，是让你从外界喧嚣中找回内在平静的过程。如果你愿意从今天开始，慢慢整理，慢慢留下，慢慢放下，那么你就已经在通往简单幸福家的路上了。极简不是简到没有，而是留下刚刚好；不是极端的清空，而是真诚的生活；不是要别人羡慕的空，而是自己舒服的满。愿你今天听完这支影片，能从中找到一些答案，或至少一份安心。如果你喜欢这样温柔陪伴你生活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简单幸福家，也欢迎留言分享你对极简的感觉是什么。我们下次见。